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《如懿传》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有小主留言问能不能分析下凌云彻和如懿之间的感情。胖妮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深入分析下凌云彻这个人。如果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他和如懿之间的感情也就相对明了了。从9型人格的角度上来看，凌云彻是第2型人格，给予者。这样类型的人，终其一生都会通过对别人付出来获得自我价值的倾向。和魏嬿婉的感情中，凌云彻年轻气盛，还不能很好的做自我定位。他误认为只要自己肯付出，就能帮魏嬿婉改变命运，而现实却很打脸。魏嬿婉不但离开了他，而且在承宠的路上对他说了很多扎心的话，包括是你不了解我，我只能靠自己。至此，凌云彻的圣母梦碎了。从心理上来说，他也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相对成熟的男人。成为男人的凌云彻能够改变爱的对象，改变对自己的认知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人格。凌云彻爱上如懿，的确是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但从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，如懿却很符合他当时的内心需求。相比于承宠之前的魏嬿婉，如懿显得更强大，她不需要凌云彻去拯救。然而居于高位却与扎龙渐生嫌隙后又承受丧子丧女之痛的如懿，内心有着别人很难看到的痛苦与脆弱，她也需要安抚与保护。这一点给给予者的凌云彻带来致命的吸引力。看看凌云彻梦呓的那些日子，景嗣夭亡之日，永景夭亡次日，皇上因为容嫔不能生育而打了如懿一耳光之日，这些都是如懿最痛苦最无助的日子。而如懿的这种痛苦无助与脆弱最能击中凌云彻，以至于他在梦中都不能自已，忍不住要念着如懿的名字。凌云彻也曾说过他会一直默默守在如懿身后，实际上他也的确说到做到了。12皇子遇刺时，凌云彻能用身体去为如懿挡刀，后来身陷囹圄，他能为了如懿去死，难道这些还不算是爱吗？胖妮个人认为凌云彻对如懿是有爱的，这种爱当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男欢女爱，但他却超越那样的爱，更加感人。然而胖妮也并不觉得凌云彻和如懿之间的爱有多么珍惜与伟大。说到底，凌云彻爱如懿不是因为如懿是如懿，而是因为凌云彻是凌云彻。作为9型人格中的给予型，凌云彻本来就是一个沉迷于自我牺牲自我感动的人，不管是魏嬿婉还是如懿，都只是一个能够满足他自我牺牲的对象而已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凌云彻对如懿的爱并不比年轻时的弘历对青樱的爱更纯粹。毕竟弘历和青樱是喜欢过同一首曲子，向往过同一种生活，能够就24孝图聊上很久的人。他们曾经喜欢的是更加真实与完整的对方，而不是像凌云彻这样爱上一个想象中的需要保护的对象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从头到尾如懿真正爱的只有皇上一个人。他对凌云彻更多的是感激和同情。至于皇上最后暗示如懿需要处死凌云彻而如懿坚决不从，这与爱无关，与如懿自身处事原则有关。他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滥杀无辜，他做不到。不管是皇上要让他杀的是凌云彻，还是宫女小斐小翠，他都会拒绝，并对皇上产生深深的失望。正如魏嬿婉这样的9型人格中的第3型成就型，天生就适合生活在后宫这样的高竞争的环境中。凌云彻作为给予型，在紫禁城中很容易被人吃干抹净。如果不是因为心中有如懿，在魏嬿婉勾引他生子事成之后，他就已经被处理掉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如懿内心柔软，做事有底线，凌云彻早就会成为一颗弃子了。所以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明确我是谁，能够了解自己，远比夸夸其谈的讲爱更重要。之前胖妮在漫长的单身生活中，一位心理咨询师曾对我说，这世界上有你就有他。如今我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